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家庭护理上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完全去照料好这个患者了，是吧？那这个时候黄灯区可能又不是说需要我们马上去这个求医问诊啊。您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那这个时候呢，需要第一呢，就是联系这个社区医院或者是家庭医生，或者是通过互联网线上问诊，或者之前你的一个过往的就诊的经历，然后根据这个之前的医生的建议，然后做好一些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做好一些去医院或者是做急诊的一些准备啊，准备好医保卡等等这些情况。那这个时候呢，还有就是之前医生给你准备好的这个出院病历，比如说长期住院的老爷，他有一个住院的一个小结。那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预测到你可能在这个长期的一个慢性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他会写一些建议，你就要看清楚那些建议是什么。如果说他建议那些治疗方式或者是缓解方式，他没有症状没有缓解，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在这个黄灯这阶段就保不住了，可能要进入下一阶段。明白了哈。那下一个阶段就是相对比较危急的状态了，也就是我们说，比喻一下，就是进入到了一个红灯区。那红灯区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马上去送到医院去，马上联系到医生？您帮我们提示一些这个提醒我们马上要去就医的这些紧急的状态都有什么？明白，就是紧急的这些红色的信号有哪些？我给大家举例啊。第一个就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急促，然后呼吸困难，呼吸频率呢就是每分钟大于30次，或者是老年人自述他自己喘不上气儿，或者是感觉胸口闷，像压一块石头，感觉很严重。然后呢，血氧的一个报警呢就是在小于90%，这个是一个老年人的血氧的报警。其次就是意识状态。刚才我一直提到，就是精神萎靡啊、嗜睡啊、叫不醒，或者是烦躁不安、胡言乱语、谵妄，那这些都属于意识状态。然后就是循环报警，循环报警呢就是口唇发紫发干、皮肤湿冷、头晕无法站立。这时候你测血压，血压一般是在90、60以下，那这个就是一个达到了休克的水平，那就需要马上去就诊了。还有就是高烧不退，高烧不退的就体温超过39度。或者是38度8以上这个状态，它是持续，你用了降体温药以后还是下不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去就诊了，它是一个上面这些都是一个红色的信号。明白了啊。这里面呢给大家提示到了非常多需要关注到的一些标志啊，比如说意识的状态啊，比如说这个长期高热的这种状态，比如说对于药物的这个反应已经非常的微弱了，这些状态其实都是提醒大家要格外去关注的。还有呼吸它本身的一个急促和很短很浅的这种状态哈。那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去做的，来让我们这个紧急的状态更快的送达到医生，让他们能够尽快的了解我们的一些现状？对的，就是如果发生红色信号嘛，就是我们还是要争分夺秒的，在送医前呢，尽量准备好这个病情的这个情报。比如说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线，比如说发生的一个症状的一个开始的时间，然后哪天加重的，包括一个用药清单，就是你在这个加重过程中你用过什么药，然后用了多少。其次呢，就是关键的一些指标的记录，比如说你在家里边测了血氧了，或者测了血压了，或者呼吸频率，一定要告诉医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发生了这些指标的变化。最后呢，就是一个核心的病史，就是你之前有过相关的这种呼吸道的一个，或者是可能会影响这个呼吸道症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慢性病史，比如说有过高血压很多年，包括有过糖尿病多少年的一些症状。然后呢，就是过敏史，就是你这老人在之前的用哪些药可能会过敏，或者是哪些食物可能导致了这次过敏等等，这些症状都是需要详细的记录的。好的。那刚刚也提醒到了，我们在这个红灯警报已经拉响的时候，我们在就医的路上啊，仍然是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准备的啊。那在家庭护理当中，还有送医之前啊，有没有一些我们以为是在为患者做减轻他的这个病情负担的，事实上其实是触碰了一些雷区的行为？是的，就是有一些这个病情的掩盖，比如说用了退烧药。就是很多这个老年人，尤其是在流感期间，然后他可能会导致发烧，但是来了以后，他可能会跟医生说我没有发烧，
然后但是呢，实际情况他是吃了退烧药以后没有发烧的，那这个其实是他需要告诉医生，或者说他今天加了降压药。或者来的时候血压是正常，因为他本来应该吃1片，他今天吃了2片降压药，他才把这个血压降下来，或者说他吸了氧以后，他这个血氧才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都是需要把这个前提条件说清楚的。第二个就是使用了一些止咳或者是掩盖病情的药物，刚才又说了这个退烧药，还有一些止咳药。那止咳药可能吃完了以后，它可能会中枢止咳。有一些药就是止咳的原理就是不同嘛，这里就不详细讲了。有些药是中枢止咳，就是抑制你的大脑的咳嗽神经，让你不去咳嗽。但这个时候其实你有很多的痰或者是需要咳出的，你盲目用了这种药以后，你反而咳不出来。对，它是一个咳痰是一个正常的保护，是需要把这痰咳出来，但是你咳不出来了，你抑制大脑中枢了，这个是这种药是不应该自己去乱用的。其次就是捂汗，就是很多就是老年人或者是有一些偏方说法，就认为你发烧了，然后你捂汗就会好，其实对这个降温没有任何帮助。其实体温升高的过程中，你是会觉得寒战，然后你会发冷。这个过程呢是体温中枢自己调节，而不是说你真的冷。然后你捂上被子以后出了汗，并不是说出了汗以后体温会降低，而是它的这个炎症根本就没有好，并不会说因为这个捂着被子捂了汗以后，你体内的细菌就会被这个汗给杀掉，这是不可能的，这也不科学。所以说捂汗是不会解决你的感染的，只会增加一下你的这个增加你一个其他的，比如说中暑或者说体温调节的异常。然后其次呢，就是盲目使用抗生素，就是其实消炎药这一块，其实医生对于诊断消炎药它是会有一定的一些方法或者是症状的一个判断，或者说通过 CT 或者是化验单，他才会去给患者去开消炎药，或者是抗病毒药。因为不正确的抗生素就是不仅会耽误病情，就是它治不了你的对应的菌或者是病毒，它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就是不要去乱用抗生素。第五呢，就是这个忽视这个补水。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就是你的免疫系统是水做的，就免疫系统外面这层膜是一定要用水防护住的。就是如果说缺水了，那你的免疫系统会进一步的下降。其次呢，就是这个缺水以后会导致血液浓缩，这个痰液会更进一步的粘稠，血液浓缩呢也会导致这个你的炎性细胞进一步的这个密度的增大。所以说补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好的。